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到底怎么样。那我知道我之前有做过一个新版水晶科技要怎么点选啊，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那今天我主要分享的东西呢，就是两种玩家不同的看法。因为一直以来都有玩家觉得说啊，议员你就是花了很多钱去把你的水晶科技刻满，并不是。其实我依旧还有在玩我的全骑兵账号。这个账号是真的还存活的，是还有在用的，并不是你们想象中议员已经抛弃这个账号了，并没有，并且我现在除了投资骑兵账号骑兵统帅之外，我还有去投资了远程统帅。因为说实话，你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其实一般的玩家，你没有花太多钱的玩家玩远程是还蛮适合的。再加上现在新版的水晶科技呢，其实你可以单点选你想要的兵种，所以像我这一次的 KVK 我就只是选择了骑兵还有工程车而已。那一开始其实我并没有点选工程车，我是点选骑兵，然后到后来这边也是提升，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水晶科技其实提升的很少，我就到这里而已。而且你们要知道我是提升到这里而已，并且是打到黄庭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如何战斗的，其实我只是在关卡室战斗而已。没错，你们没有听错，我就是只是在关卡室战斗而已。因为我要以就是完全没有花钱，又或者是花很少钱的玩家的角度去想，我的水晶呢，我只是购买了一个50%的月卡而已，仅此而已，其他我全部都没有买。那什么弹窗啊什么之类的，我全部都没有买。然后我的水晶呢，是确实蛮缺乏的啦，就像我现在画面上呢还有240万嘛。我就算是提升呢，也只是提升一点点而已。就比方说这边提升满，这边提升满，最多就到这里。第2等级的行军速度提升，后面的话你说什么要提升生命值啊，要提升这个伤害减免啊，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如果在早期的话，其实一般玩家没有花钱的玩家在关卡室战斗是最好的。你们要拿到更多的击杀，要打得比较好的话，你就在关卡室的时候全力以赴。因为到了后期，当其他玩家，尤其是那种有花钱的玩家，他的水晶科技提升的越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越难打。因为你看他有生命值提升，又有那个伤害减免，基本上你是打不穿他的，又或者是打他是没有感觉的，是不痛的。所以如果你们说一般的玩家，没有花钱的玩家，最好的时刻就是在关卡室的时候，基本上是可以提升你的扩编，都可以带至少30多万，接近40万左右的部队了。然后有行军速度啊，然后有防御力提升，其实带出去打架是足够的。因为现在它的水晶科技呢，没有像之前提升伤害这么高了，所以勉强还是可以打的。所以在早期我打出来报告呢，基本上都蛮不错的，我有分享给一些玩家看的。当然我画面上也会放一些报告给大家看啦，你们可以大概参考参考。这个就是我在关卡试出来的报告，其实算是很不错的。那到后来怎么办呢？可能打关卡器啊，又或者是打黄庭的时候，你也是依然需要用到嘛。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去提升工程车，我就开始用工程车来打架了。在关卡器的时候，我就拿工程车去射对方而已。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在没有花钱又或者是花很少的情况下，你的资源加速是不足够的。假设说你在关卡室那边已经全力以赴了，打到你想要打的东西，都已经获得你想要的击杀了之后，你在关卡其实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资源加速了。这个时候你带工程车出来就是最合适的。我在关卡器的时候带4队骑兵，1队工程车，因为我没有办法开到第6个部队跟第7个部队嘛，所以我就只能用这个方式来战斗，是可行的。然后到了黄庭之后，我基本上就是加集结而已，就没有打架了，都是加集结而已。租房啊，谁开集结啊，或者是我去补旗帜。因为我们所要达到的 DKP 呢，除了要击杀之外，当然也要阵亡嘛。你战力这么高也没有什么用，所以我后来的打法都是这样子，只是加集结而已。那体验下来，其实我是真的感觉打到越后期的时候，平民玩家就越来越无力。所以最好的时机就是你们在关卡室的时候去打架。这个账号是已经把所有的水晶科技都买满了，每一天的礼包
戎马关山买了好像3个还是2个我忘记了，然后还有去拉野之类的，然后资源加速是充足的情况下，水晶科技是满了。先说一下有花钱的玩家感受怎么样吧。我感觉到这一次的水晶科技花比较少钱了，基本上在以前的话要等到关卡期开放之后隔2天你才可以水晶科技全满，但是这一次的水晶科技你还没有在关卡期开放之前就已经可以把你的水晶科技提升满了，所以严格来讲这一次的水晶科技呢确实是比较省一点点。因为你在早期就是之前的版本的水晶科技呢，你要把这个熟练操作点满呢是不值得的，但是现在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你可以优先点熟练操作这2个，过后你就可以省比较多的水晶，然后你也比较容易提升你的水晶科技了。但是如果说到游戏体验的话，其实早期没有这么好玩。如果是说早期，因为你现在这个新版本的水晶科技呢，很多玩家都可以把扩编都开满，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玩家都是30多万的部队，接近40万，就是你感觉下来好像打对方没有这么爽快，融化的速度没有这么快，就是说在早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体验，是到了后来你的那些防御力提升啊，你的生命值提升跟你的那个伤害减免降低的时候，你才会有感受到你可以冲进他们的人群之中跟他们打，是比较爽快的。但是还是有一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呢是没有提升多少伤害的，所以你就会感觉说好像没有像之前那么痛快了。之前是可能1-2秒就杀死一个敌人，现在还要打几十秒，所以还是有这个感受在啦。我是觉得官方可以把这个科技再伤害提高一点点。那这边说一下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对于两边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呢？其实我觉得都没有说两边都比较好OK， 对于没有花钱的玩家来说，在早期确实会变得比较硬一点，至少你可以跟大佬抗衡，因为大佬他的水晶科技也不会提升的太多，也没有太多的伤害，你的部队还是比较硬的。如果你人数多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把大佬给打败的。但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混兵玩家的话，还是会比较花水晶啦。但如果你像我这样子只是单兵种，只有一个骑兵或者是工程车的话，其实会比较省一点。但是到了后期打关卡期皇庭的时候，你就感受到比较艰难了，你是没有办法把大佬给打下来的。那对于有花钱的玩家来说，即使你这已经把水晶科技升完了，但是你没有那个爽快感了，没有像上一个版本的水晶科技这样子，你1秒就把敌人给杀死，花钱跟没有花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其实还是有差别啦，你的部队变得比较硬一点了，至少你可以冲进人群里面站着，然后给你的敌人打，也不会报告太糟糕太难看。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省钱啦，确实没有像之前花那么多钱了。之前可能还要买3-4个戎马关山才可以把水晶科技升满，现在不需要花这么多了。如果你问我比较喜欢旧版的还是新版的水晶科技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没有特别喜欢或者是特别讨厌，因为2款的水晶科技呢都是有好跟不好的地方。当然我最讨厌还是第一个版本，因为第一个版本我是花了将近8000块马币嘛，但是我的水晶科技也只能提升到一半而已，所以对我来说，如果要省钱，确实这个新版本的水晶科技会比较省钱。但如果你是说爽快感的话，上一个版本的水晶科技会比较好，所以这个就看官方那边怎样调整吧，看这个水晶科技还会不会调整，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不会了啦。尤其这个水晶科技对于单兵种还蛮好的。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啊。自己各位在试完了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